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的超级，感谢破楼能量小助手提供的资讯。今天给大家整理 3.3 版本体验服装备、符文和英雄的改动。首先是装备的部分， 3.3 版本有3个全新的附魔和4个装备的改动。我们先来看看3个新附魔的装备。第一，炼金高压罐，效果是击退附近所有的敌人，装备冷却时间是90秒。我觉得高压罐的效果非常简单好用，推荐 ADC 玩家可以选择购买来自保，防止敌方刺客英雄切入到自己的身边，或者开团型辅助购买高压罐也不错，利用击退效果来打乱敌方的阵型。第二，海克斯齿爪，效果是冲向附近一名友方英雄，并且嘲讽范围内最近的敌方英雄1秒，装备冷却时间是90秒。我个人觉得齿爪是非常给力的装备，齿爪不只让辅助玩家有更好的保护队友能力，而且还可以利用友方英雄来当做踏板来开团，所以这件装备还是有很多方面值得开发的。第三，真理面纱，效果是提供可以挡下敌人一次技能的护盾，装备冷却时间是60秒。我个人觉得这件装备就比较一般，或许这件装备就比较适合软辅的英雄，因为真理面纱的效果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，所以软辅买这件装备来保护 ADC 也可以的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装备的改动。青灵之靴重做，现在的青灵之靴每次普攻可以获得25点的移动速度，效果会维持2秒，所以现在的青灵之靴提供了更加长久的移动速度加成。水银世代改动，现在使用水银不会再提升移动速度，不过现在使用水银解除控制效果后，在 0.5 秒内可以免疫所有的控制，包括击飞效果都能在这 0.5 秒内免疫哦。另外，使用水银后还能获得 30% 的韧性和 30% 的减速抗性，所以水银世代的实用性大幅的增强了。石像鬼板甲改动，现在使用石像鬼会立刻提供最大生命值 30% 的护盾，假设附近有3名或以上的敌方英雄的话，效果则会提供最大生命值 100% 的护盾，此效果会在4秒内不断的削减，所以这件装备让坦克英雄变得更加猖狂了。暗影双生移除，目前 3.3 版本体验服已经看不到暗影双生了，所以我估计暗影双生会在 3.3 版本正式被移除。之后我们来看看符文上的改动。第一，征服者，现在的征服者最高层数从5层变成了6层，当叠满层数后，从原本的额外适应伤害变成额外物理吸血和魔法吸血。如果是近战英雄的话，就有 8% 的吸血效果，而远程英雄的话则有 5% 的吸血效果。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征服者只适合战士英雄而已。第二，残暴，现在的残暴变成普攻命中敌方英雄才能造成额外自适应伤害，所以新的残暴符文可能没有以前的那么好用了。第三，不灭之握，现在的不灭之握提供的魔法伤害增加了 20% 的物理攻击和 10% 的法术强度，现在的不灭之握整体属性都变强了很多，所以未来的版本应该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带不灭之握符文。第四，海妖杀手，在 3.3 版本体验服中，现在的伊泽瑞尔和塞纳的 E 技能都可以叠加和触发海妖符文的效果，所以算是一点点的小加强了。最后我们来看看英雄的改动。第一，阿离，现在阿离3技能不再提供命中敌人增加额外伤害了，突然感觉未来的阿离伤害可能会变得特别刮痧。不过阿离大招也变成了参与击败可以多放1次大招，还有被动参与击败也可以给自己回血，所以相对应加强了阿离的灵活性和追击能力。第二，提莫， 3.3 版本提莫的大招进行了小重做，现在敌方命中提莫大招会持续的掉血，可是现在提莫的大招伤害稍微的降低了，而且地面上也不会再生成小范围的毒阵，所以这波削弱对提莫来说应该非常严重。第三，悟空，现在的悟空2技能可以穿墙，但只限于比较薄的墙体而已，算是稍微加强了悟空的灵活性吧。第四，贾克斯，现在贾克斯对于英雄或小兵普攻可以增加 6% 的攻速，最多可以叠加5次。不过现在贾克斯打野不会叠加被动了，所以现在的贾克斯不再适合走打野路线。第五，希瓦娜，现在的龙女的被动进行了重做，而现在的龙女只需要击败大型野怪可以获得5点的龙血之力，参与击败英雄小骨先锋纳什男爵可以获得15点的龙血之力，还有击败小龙可以获得40点的龙血之力，而每100点龙血之力可以强化自身的技能。不过具体强化技能的效果没有任何的改变，所以未来的龙女玩家必须要有良好的控龙能力，这样才能发挥龙女被动重做后的潜力。第六，大部分的英雄，现在大部分的英雄大招冷却时间都降低了，比如阿木木、加里奥、拉姆斯等英雄的大招时间都变短了。不过除了杰斯或者是库奇这种就没有任何的改动，所以 3.3 版本的游戏性注定变得更快和激烈。那么以上就是 3.3 版本体验服、装备、符文和英雄的改动。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，欢迎大家留言让我知道。那么我是马来西亚的超级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